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9章。记者与警探。我们3人一同走向那座亭子，在距离亭子约100米处，记者让我们停下，指着我们右侧的一片林地说道：“凶手就是从那里出来，潜入亭子的。”由于高大的橡树间还有其他几片林地，我便问他凶手为何偏偏选择那个地方，而不是别处。鲁莱塔比尔用手指向紧挨着那片林地，通往亭子门口的小径，回答了我。你们可以看到，这条小径铺满了碎石。他说，那人必定是从那里走向亭子的，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他来时留下的任何脚印。那人没有翅膀，他必然是走过来的，但他走在碎石路上，碎石在他脚下弹跳滚动，并未留下清晰的印痕。事实上，这条路想必有许多人走过，因为它是从亭子到城堡最直接的路径。至于那片由常绿植物，如月桂和卫矛组成的林地，则为凶手提供了藏身之所，让他得以伺机潜入亭子。那人就藏在那片小树林里，眼看着斯坦格森先生和斯坦格森小姐，然后是雅克爸爸相继离开。碎石路一直铺到门厅窗下，或者说几乎到窗下。我们刚才注意到，而且我先前也已看到一个与墙壁平行的脚印，证明他只需1大步就能跨到门厅窗前。雅克爸爸当时是把窗户开着的，那人双手一撑，便爬进了门厅。有可能是这样，我评论道。有可能，有可能，鲁莱塔比尔喊道，他被我无意中引发的怒火吞噬了。您为什么说有可能？我恳求他不要生气，但他已怒不可遏，听不进我的话了。他宣称，某些人指我在处理最简单的问题时那种审慎的怀疑态度，从不敢断言就是这样或绝非如此，实在令他惊奇不已。结果他们的智慧所得出的结论，与那些脑袋里天生就忘了填充点灰质的人一般无二。见我似乎有些窘迫，我的年轻朋友便拉着我的胳膊，向我表示他并非针对我，因为他对我个人怀有特别的敬意。但问题是，有时候，他继续说道，当可以一锤定音的时候，却不这么做，那简直不可原谅。如果我不像现在这样根据这些碎石来推理，那我就只能拿气球来推理了。而且，亲爱的朋友，可操控飞艇的科学技术还没发达到能让我们相信凶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程度。所以，当一件事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时，就别再说它很有可能了。我们现在知道那人是如何从窗户进来的，也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是在5点钟散步，那会儿进来的。刚整理完黄色房间的女仆，在教授和他女儿1点半散步回来时正在实验室里。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断言，在那个时候，凶手并不在床底下，除非那个女仆是桶底下，除非那个女仆是同谋。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怎么样，达尔扎克先生？达尔扎克先生摇了摇头，声称他确信斯坦格森小姐的女仆忠诚可靠，而且她是一位非常诚实、克己奉公的女性。此外，5点钟的时候，斯坦格森先生曾进入房间去取他女儿的帽子。他补充道：“的确，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了。”鲁莱塔比尔说。那么，那人是在您所说的时间从窗户进来的？我说道。我承认，但他为何又要把窗户关上呢？这必然会引起那些原先打开窗户的人的注意。也许窗户并非立刻被关上的，年轻的记者回答我，但如果他关上了窗户，那是因为碎石小径在离亭子25米处有个弯道，而且那里矗立着3棵橡树。您是什么意思？罗伯特·达尔扎克问道。他聚精会神地听着鲁莱塔比尔说话，几乎带着渴望的神情。
等我认为时机成熟时，我会向您解释的。但我认为，只要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我此前关于此案所说的话，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您的假设是什么？如果它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您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这是一个风险太大的假设，在它仅仅是个假设的时候，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至少，您对凶手是谁有什么头绪吗？不，先生，我不知道凶手是谁，但请不要担心，达尔扎克先生，我会查出来的。我能察觉到罗伯特·达尔扎克非常激动。我怀疑鲁莱塔·比尔的断言一定让他颇为不悦，但既然如此，如果他那么害怕凶手被发现，他又为何？我暗自思忖，要帮助记者找到他呢？我的年轻朋友似乎也察觉到了与我相同的感受，便唐突地问道：“我找到凶手，您不会不高兴吧，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啊，我真想亲手杀了他！斯坦·格森小姐的未婚夫喊道，他语气中的那股狠劲让我目瞪口呆。我相信您，鲁莱塔·比尔严肃地说，但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路过年轻记者刚才跟我们提起的那片小树林，我往里走了几步，指给他看，那里有明显的人曾藏匿过的痕迹。鲁莱塔·比尔又一次说对了。别怀疑，我的朋友，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家伙，他所拥有的手段和我们并无二致，一切必然会水落石出的。说完，他向我要回先前交给我的那张纸鞋底，把它覆盖在林中一个非常清晰的脚印上，然后他站起身来说，果然如此。我原以为他接下来会追踪凶手从门厅窗户逃离时的足迹，但他却把我们带向左边很远的地方，并告诉我们，没必要在那片烂泥里瞎搅和。他确信凶手逃跑时所走的路径。他一直走到50米开外墙的尽头，然后翻过围栏跳进沟里，恰好在那条通往池塘的小径对面，那是离开庄园去池塘最近的路。您怎么知道他去了池塘？因为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整个上午都在那里搜寻，那里一定有一些非常蹊跷的线索。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池塘边。那是一小片泥泞的池塘，四周长满了芦苇，水面上还漂浮着几片枯萎的睡莲叶。大弗雷德或许看见我们走近，但我们似乎并未引起他多大兴趣，因为他根本没理睬我们，继续用他的手杖尖拨弄着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鲁莱塔·比尔喊道，那人逃跑的脚印又出现了。他们在这里绕着池塘，然后折返，最终在池塘附近消失了，就在那条通往埃皮奈公路的小径前面。那人继续朝巴黎方向逃窜了。是什么让您这么认为呢？我打断他，既然脚印并没有沿着小径继续延伸。是什么让我这么认为？就是这些脚印，我一直在等待的脚印。他喊道，指着一个清晰的雅致鞋印。看。他随即大声问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冒号，弗雷德先生，他喊道，这些脚印从案发时就一直在这里，对吗？”“是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被仔细勘察过了。”弗雷德头也不抬地回答，“正如您所见，有来时的脚印，也有去时的脚印。而且那个人有一辆自行车。”记者喊道。在查看了与雅致鞋印平行延伸的自行车折痕后，我自认为可以插话了。自行车解释了凶手那些粗劣脚印的消失。我说，那个穿粗劣鞋子的凶手骑上了自行车，他的同伙，那个穿雅致鞋子的人，骑着自行车在池塘边等他。可以推测，
那个穿粗鞋的凶手是受雇于这位雅致鞋印的主人的。不，鲁莱塔·比尔带着一丝奇特的微笑回答道，这些才是我从案件一开始就期望找到的脚印，他们是凶手的脚印。那么其他的那些粗劣的脚印呢？您怎么解释？他们也属于凶手。那么有2个凶手？不，只有一个，而且没有同伙。好极了，好极了！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从他所站的地方喊道。看，年轻的记者继续说道，指着一些被粗劣鞋跟踩踏过的泥土。那人曾坐在这里，脱掉了他为了迷惑警方而特意穿上的大号笨重鞋子，然后无疑是把他们随身带走了。他换上自己的鞋子，从容地推着自行车走到了大路上。他不敢在那么糟糕的小径上骑自行车。此外，尽管地面松软，自行车在小径上留下的那浅淡而不稳的车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骑上自行车，轮子会深深陷进泥土里。不，只有一个人，凶手，而且是徒步的。好极了，好极了！大弗雷德又说了一遍。他突然向我们走来，站到达尔扎克先生面前，对他说道：如果我们手边有一辆自行车，就能证明这个年轻人推理的准确性了。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您知道城堡里有自行车吗？没有，达尔扎克回答，没有。我上次来城堡是在案发前4天，那时我把我的自行车带回巴黎了。真是太可惜了，弗雷德语气冰冷至极地回答道。然后他转向鲁莱塔·比尔。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他说，您会看到我们俩将得出相同的结论。您知道凶手是如何离开黄色房间的吗？是的，我的朋友说，我知道。我也知道，弗雷德继续说，而且必定是相同的。此案的推理殊途同归。我正等我的上司到来，好向法官解释。啊，治安总署署长要来吗？是的，今天下午，在实验室里，预审法官将召集所有在此案中扮演过或可能扮演过角色的人进行对质。那将会非常有趣，可惜您不能参加。我会参加的，鲁莱塔·比尔肯定地说道。说真的，您这个年纪真是非同凡响，警探回答道，不无几分讽刺。如果您更有条理，少听从您的直觉和您额头上那些昭示天赋的隆起，您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警探。鲁莱塔·比尔先生，我已经在您身上观察到一点，您推理过度，反而不够依赖观察。您对那块沾满血迹的手帕和墙上的红手印有什么看法？您看到了墙上的红手印，我只看到了手帕，告诉我吧。嘿，鲁莱塔·比尔有些窘迫地说，凶手的手被斯坦格森小姐的左轮手枪打伤了。啊，粗暴直觉式的观察，小心，您太迷信逻辑了，鲁莱塔·比尔先生。如果您那样粗暴对待逻辑，逻辑可是会反过来捉弄您的。在很多情况下，您必须温和地对待它，与它保持距离。鲁莱塔·比尔先生，您提到斯坦格森小姐的左轮手枪是对的，受害者确实开了枪，但您说他打伤了凶手的手，那就错了。我确定，鲁莱塔·比尔喊道。弗雷德不动声色地打断了他。观察失误，观察失误，对手帕的检查，那无数细小、圆形、鲜红的血点，这些血滴的痕迹，我在脚印落地的瞬间再次发现，都证明凶手并未受伤。凶手，鲁莱塔·比尔先生，是流鼻血了。大弗雷德神情严肃起来，但我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记者看着弗雷德，弗雷德也严肃地看着记者。弗雷德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人手上和手帕上都沾了血。他便在墙上擦了擦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他补充道，因为凶手并不需要手部受伤才能成为凶手。鲁莱塔比尔似乎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先生，有一件事比粗暴对待逻辑更为严重，那就是某些警察特有的那种心态，它会让他们出于十足的善意，温和地扭曲逻辑，以迎合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您对凶手已经有了自己的定见，别否认，而且您认定的凶手不可能是手部受伤的，否则您的整个推论就会不攻自破，于是您便去寻找，并找到了别的东西。这种从对凶手的既定印象出发，再反过来寻找所需证据的办案方法是非常危险的，弗雷德先生，非常非常危险，这可能会把您引向歧途，当心司法误判啊，弗雷德先生，他可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您呢。然后他微微一笑，双手插在口袋里，带着几分促狭的嘲讽。鲁莱塔比尔用他那双调皮的小眼睛盯着大弗雷德。弗雷德里克·拉尔桑默默地打量着这个自诩比他更高明的小伙子，他耸了耸肩，向我们道了声别，便大步流星地走开了，用他的手杖敲打着路上的石子。鲁莱塔比尔目送他远去，然后转向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胜利的表情。我会胜过他，他向我们宣告，我会胜过大弗雷德，无论他多么精明，我会胜过他们所有人。鲁莱塔比尔比他们所有人都高明，大弗雷德，那个显赫的、著名的、不可一世的弗雷德，独一无二的弗雷德，他的推理简直是榆木脑袋，榆木脑袋，榆木脑袋。他突然做了个腾跃的滑稽动作，但他的即兴舞蹈却戛然而止。我的目光跟随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正牢牢地盯在罗伯特·达尔扎克身上。后者脸色大变，正看着小径上自己的脚印，旁边便是那雅致鞋子的脚印，两者毫无区别。我们以为他快要晕倒了，他因惊恐而睁大的双眼瞬间避开了我们的视线，同时他的右手痉挛般地拉扯着他那张诚实、温柔而又绝望的脸庞上，勾勒着脸型的刻下短须。最后，他控制住了自己，用颤抖的声音向我们道别，声称必须返回城堡，然后便离开了。该死，鲁莱塔比尔说。记者看起来也同样惊愕，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白纸，像我先前见过他做的那样，用他的剪刀剪下了地上凶手那雅致鞋印的轮廓样本，然后他把这张新的纸鞋底覆盖在达尔扎克先生靴子的印记上，两者完全吻合。鲁莱塔比尔站起身，重复道：该死！我不敢说一句话，因为我确信，此刻在鲁莱塔比尔那颗天才脑袋里正酝酿着极为严肃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说，我相信罗伯特·达尔扎克是一个诚实的人。然后他带我走向堡垒客栈，我们看见他在1公里开外的大路边，紧挨着一片小树林，